好，第三節的話題呢，我們要來看日本現在的經濟出現了哪一些難題哦。日本曾經是這個全球的第2大經濟體，也可以說為是亞洲最穩定的一個金融體系的代表。那大家都知道嘛，近期日本的匯率是跌得非常的慘啊，甜價吸引了全球的觀光客去造訪。但同時呢，日本也正面臨着很多的像是匯率的暴跌啦、債券被包售啦、企業的破產等等的增加，還有物價全面上漲等4大危機。我們帶大家來看，甚至呢，市場現在都在懷疑日本會不會成為下一個全球金融引爆的一個疑慮。雖然呢，日本的央行是很努力嘗試要拯救這個匯市，但呢，我們看到這些機構這些包括了普萊士，還有瑞穗銀行，還有三井住友銀行，他們其實看日元的匯率都還是持續往下的。我們之前說$1對這個150，大概就是它的鐵關卡，但現在呢，金融機構怎麼看？690啦，170啦，還有180，甚至還有人說到200這樣的一個狀況。哇，那到時候這個日元到底會跌到什麼慘狀？大家都覺得它是一個無底洞，我們要持續觀察下去，並且呢，不只是匯率一坨糟，這個國債在今年6月呢，遭到了海外投資人的大舉拋售，單月就賣超了這個3兆這個級別的一個數量，真的是讓日元重貶，日債拋售，還有政府的債務居高不下，這麼多的燙手山芋同時存在的情況下，你就知道問題有多嚴重了。所以过去日本這個低利率的神話，還有到現在財政信心危機其實這兩者之間只有一窗之隔是非常容易就捅破這一層紙窗的。那如果這個債匯呢都持續雙殺下去的話，尚志哥你怎麼看？日本是不是正在醞釀一個金融全球風暴的一個破口會發生嗎？大家為什麼擔心日本？主要就是日本剛剛其實進條講這一切，日本最近的財政震盪已經其實超過大家的想象。那比例最高其實就是日元。日元要知道，其實日本央行其實已經拿了700多億美金，700多億美金進來要來干涉匯率都沒有用，現在還是一直貶值，也超過我自己的預期。我本來先前覺得會升回來，結果都沒有用。好，我們要知道，在觀察一個國家的狀況，當然你要觀察它的產業。我們談了稀土被中國制裁，它的觀光，它的民間的這個東西，其實不是。大家看3個，看日元，看日債，以及看日本股市。所以我們先講日本股市好了。日本股市其實表現還可以，日本股市現在創歷史新高，那麼在6月部分已經破了歷史的一個7萬點最近大概都是6萬點、7萬點這個邊緣，而且外資當中有人認為會漲到9萬點。所以說日本股市大家看，雖然看起來是好的，可是日本股市跟台灣股市一樣，現在都是整個偏傾斜的，都是以科技類股為主，它並不均衡。好，日元剛剛提到它的問題就是央行它都不信。要知道，一個國家，如果你央行打算要升息，央行要控制貨幣，但這個全球的市場沒人信，你做的東西大家覺得沒有用，而且你現在到底要不要升息，各方面雖然略的升息，接下來呢都知道要放鷹會升息，可是大家都不信，所以日元繼續貶值還差那麼多，所以他會怎麼辦？所以第二個部分是日本政府。高市早苗政府現在他的舉債超過想象。我講一件事情，日本現在最近在發債，7月2號才剛剛要發這個10年的國債，因為他們要花的錢實在太多了。10年國債因為短期，那麼它的利息大家比較願意買，長的20年、30年、4年沒有人要買了特別像日本，你又欠那麼多債務，日本的債務國債已經高達1343.8兆日元，然後每年他們的稅入1/4要來的還債。好，所以日本現在7月2號發債也沒人要。於是呢，可是你看看高市是什麼概念？好，我盤點一下，算給大家聽。首先呢，他自己本身在答應要給美國5500億的投資，現在還是慢慢在塔。美國這個財政部長已經催他好幾次，專程跑來，他還在那邊拖。好，在此同時，明明已經日本內部國債欠了那麼多錢，对吧？已經超過你的負擔了。結果高市早苗做的事情，他跑去印度跟印度說：“我未來10年跟你10兆日元，眼前今年2兆日元的概念，2兆就125億美金呢，要合作。”跑到菲律賓，跟菲律賓說：“我要跟你有34億美元的接下來的部分合作。”然後对日本的國內說：“我們官民要來做經濟開發，370兆日元要投去各式各樣的你能想象的部分開發，包括這些軍國主義的這些的再開發。”這就高市早苗上台之後，國際大撒錢，然後欠美國，然後國內要大撒錢，你覺得還能相信嗎？所以日本的財政部、日本的央行現在大家都不信。所以呢，雖然日本股市現在是起來的好，
那它的危機點在哪裡？我覺得它的危機點是一旦日本的股市外資拋售，是，我覺得接下來如果外資拋售的時間點，因為 AI 或全世界的聯動當中的時候，它就會使得日元、日本日債，還有包括日股都巨大震動的時候，我覺得日本可能雖然不是說經濟坍塌，對，可是那個東西就失控了，而且這失控就會影響全球的金融，大家要特別接下來注意這一點哦，不要認為說好像有人喊到9萬點，那麼日本股就一路上去，現在狀況跟台北股市一樣，要居高思維。了解。好，剛才這個上次跟我們模擬了一下，如果股匯是三殺的情況呢，大家真的要特別注意，好不好？不過現在隨着日元匯率持續的走貶啊，這個日本國內的觀光啊倒是賺得風生水起啊。我們知道很多觀光客去玩啊，甚至出現了這個陰陽菜單的狀況。你拿中文或是你拿英文的菜單啊，價格是跟日文菜單不一樣的這個雙標的現象。但要知道，不是所有日本人家裡都開餐廳賣抹茶冰淇淋啊。你那些做貿易进出口人怎麼辦？你這些中小企業。現在成本這麼大，他們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壓力。我們來看一個數據哦，根據東京商工的最新調查，在2025年的會計年度哦，日本破產的企業數啊，已經是達到了10505間了，這較前一年是增長3.6%到4%的，更寫下了10多年來的一個新高紀錄。所以很多的企業，大家看着這麼多觀光客來，但他們卻只能倒閉啊，他們吃不到這個紅利啊。那過去呢，大家都認為說啊，你日元貶值是有利出口啊。但現在是進口成本的暴增，企業的倒閉創新高，弱勢的日元是不是已經從過去幫助日本經濟的助力，反而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包袱了，沒有辦法解決？接下來關廠、裁員、失業，這都是很嚴重的社會問題啊。黃店長，你有觀察到這個問題，你覺得會擴大嗎？我是這樣講，這個經濟問題是非常複雜的，對，不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但是。大部分的國家都希望我的這些匯率也好、利息也好、通膨也好穩定，哎，那是一個最重要的一個事情。那只要一變動很大，就像有時候台幣升，你也可以看到國內一大堆人批評。那我想這樣好吧？這樣你也發現一大堆人在批評。其實所有做生意的都希望穩定，他能夠知道他怎麼樣去買，怎麼樣去賣。那日本到底問題出在哪？問題出在1985年代的時候，那個時候日本的經濟橫掃全世界。我那時候記得我在。這個美國讀書，那個教授講說，全世界有10大銀行哦，7家是日本的，前3大全是日本，所以這麼強大的家，在1985年這個廣場協議就逼着他從241比240，像今天才最多說到200嘛，對，240哇升到120，那對日本是一個非常非常強一個強烈的一個打擊，所以他日本一下子變成強勢貨幣了，變成這麼的高，所以他怎麼樣？他就要採取弱勢貨幣，他如果採取弱勢貨幣，就是低利息，他就把利息幾乎降到0，甚至有負的時候，希望大家能夠利息低嘛，你就來借。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長期日本大概利息從0到1嘛，像現在的1，那美國國債是4。如果我是一個大的金融財團啊，我們什麼事都不要做，我從日本借個相當於100億美金的日元借。我付你1%的利息，我拿去買美國的這個國債，賺4%套利。我什麼事都不要做，我1年就是3億美金的收入。所以很多人這樣做，但是這是不是日本希望的？當然不是，他希望能夠恢復正常。所謂恢復正常的一個參考標準就是通膨。全世界大部分的銀行希望通膨是2%，那日本長期在很低哦。2020年日本的通膨是0，2021年日本的通膨是負0.2，它一直很低。那結果最近好了，最近好到這，2022是2.5、3.2、2.7、3.2，就是突然一下子变成正常了。所以最近他希望能夠怎麼樣？能夠提高他的利率，他希望他的利率跟全世界一樣，不然你的利率特別高或特別低，對你影響很大。就他在提高的時候，很多人就發覺，哇，那我原來借你的錢去的，我趕快把你同利還，就一下日元就垮下去了。這是影響它最近一個最大的一個原因，但是這個的影響主要在中小型的叫做內需型的企業，大部分倒了，大型的跨國的目前都還可以撐得下去。那會不會影響很大？我覺得以日本的實力啊，我跟你講，日本的經濟實力還是很大的，造成一個巨大的一個叫做黑天鵝哦，幾率不大。了解。好，但是現在日本的金融市场還是有一些考驗在後面啊。最近呢，他們的政府就有一項要提出高達370兆日元的一個長期投資計劃，就是要趕在現在熱頭上的 AI 發展、半導體、
國防跟先進製造這樣的一個長遠願景。但因為部分的融資設計是仰賴所謂的過橋國債，還有這個定義模糊的稅外收入，這就埋下了很多的不穩定的因子哦。剛才我們黃艦長有提到，過去這個廣場協議造成的衝擊啊，別忘了日本那個失落的10年，那可不是開玩笑的。很多人現在想到那件事情都還會怕。所以如果一旦黑天鵝真的出現了，經濟垮掉了，東亞其他經濟體是會一起下去，還是說，借由日本這個強大經濟體的垮掉，其他人反而可以吃飽一點？賴老師，我覺得過去日本由於在全世界它的經濟體排名第2，对啊，然後接着美國很近啊。所以它在亞洲是遙遙領先的情形下，日本的衰敗對亞洲的影響衝擊面很大，很大。就是你剛剛講的30-40年以前，它所發生的事情。是。可是現在不一樣了，現在中國大陸的經濟體在全世界排名第2，事實上平準購買力排名第1。是。日本也不過中國大陸的1/4不到啊，大概在1/5到1/4之間，也就是它就4萬多億美元左右啊。所以日本如果它的經濟出現很嚴重的問題的話，我個人覺得對亞洲的經濟有影響，但是不至於衝垮亞洲，因為中國大陸可以把亞洲的經濟支撐起來。以目前來講，大陸是整個亞洲所有國家的第1大貿易夥伴，幾乎了所有的亞洲國家。所以，但是日本不是，所以在這個情形下的時候，我覺得日本會產生影響，但是不會像40年前影響那麼的大，這是第一個。可是日本的風險開始浮現了。過去我們常講說日本的政府是高負債，可是它還是很安全。是，那是因為90%都是日本的國民跟央行在買，日本的企業、銀行、日本的央行，還有日本的國民買國債90%，所以外匯的這個10%的買賣拋售影響不大。可是現在的情況是，它最憂慮的是，如果它一旦升息的話，那日本政府怎麼辦？所以我個人覺得，以日本來講，它還是有風險的。好，我們休息一下，待會再回到第4節最後一節的討論。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